一辆从未启动过的全新汽车被贴上二手的标签，以最低价卖到国外，这就是2025年中国汽车行业最真实的底色。在这个人人造车、车车白送的时代，中国的汽车厂商们已经疯魔到了连卖出去都不讲尊严的地步。不是因为不想赚钱，而是活不下去了。据路透社2025年6月24日报道，中国去年出口的 43.6 万辆所谓二手车中，超过 90% 是从未上路过的零里程新车。什么意思？这些二手车其实就是装配线上刚下来的新车，没有1个公里数，没有开过，没有用过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它们被注册成了二手车，然后出口到了俄罗斯、中亚、中东等地。这不是出口，是自救。这不是贸易，是吞药。4年前，也就是2021年，比亚迪、蔚来、小鹏、理想、新势力像春笋一样冒出来，传统车企也坐不住了，全都杀进新能源，国补、地补、购置税减免一顿猛上，中国汽车瞬间进入了产能狂飙的时代。但没人料到的是，买车的越来越少，造车的越来越多。据中国乘联会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汽车产量超3000万辆，出口数量高达641万辆，超越日本，成为全球第一。然而，这个荣耀的背后是国内严重的供需错配，市场饱和，油电过度混乱，青年失业率高企，购车能力下滑，车卖不动，怎么办？卖不掉，注册成二手车出口啊！这套玩法被称为汽车卖花瓶化，把新车注册成二手车，打个包装，贴上已上牌使用过的假标签，然后低价甩到国外。重庆的环宇汽车就是最早干这事的公司之一。据其国际市场部负责人透露，2022年起，他们就干起了零里程二手车出口，4万元的电动车卖到中亚能赚1万。但2025年了，这门生意也撑不下去了。现在连卖花瓶的、卖葡萄酒的网红都开始卖车了，太卷了。这位负责人感叹道。最令人细思极恐的是，这种近乎造假的出口行为得到了各地政府的鼓励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能刷 GDP。2名车企高管向路透社透露，出口公司买一辆车计一笔交易，卖出去又是一笔，同一辆车被计入 GDP 2字。你以为这是搞外贸？错了，是 GDP 化妆术。据报道，截至2025年，中国已有20个省市，包括广东、四川，明确支持零里程二手车出口，出台配套政策，简化退税，开辟电商通道，甚至鼓励地方企业上阿里国际站做直播卖车。例如四川省就在2025年政策文件中提出打造零里程新能源汽车线上出口生态，目前已有100家卖家上线阿里。而对消费者来说，这个出口的背后是价格战愈演愈烈，品质控制逐渐崩塌，产业链整体空转。而对中国汽车工业来说，这是一种近乎自杀式的透支。以自主品牌之光著称的比亚迪，如今也成了零里程出口的主力玩家之一。但2025年的比亚迪正在一条下行的滑梯上越滑越快。5月，比亚迪库存系数达 3.21 个月，全行业最高。同期全国平均库存为 1.38 个月，正常行业标准应在 0.8 至 1.2 之间。什么意思？即使比亚迪全面停工，也要花3个多月才能清完库存。这还不算，比亚迪还在疯狂降价。3月，秦 L 智驾版仅售 7.48 万元，打破智能车溢价神话。5月23日，22款车型再度大降价，最高折扣 34%。这种无底线内卷，直接导致比亚迪不得不取消夜班、停工减产、推迟扩张计划。
据路透社2025年6月25日独家披露，比亚迪至少4家工厂已缩减产量1/3以上，一些新生产线直接喊停。而更惨的是，截至2025年前5月，比亚迪销量仅176万辆，远未达到全年550万目标。这不再是业绩问题，而是生死问题。比亚迪都这样了，其他玩家就更别提了。2025年6月13日，哪吒汽车正式进入破产重整，其3大工厂全面停摆。曾经新能源黑马的威马、天际、爱驰、宝能、恒大也纷纷倒在资金链断裂、销量下滑、产业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。恒大汽车梦从1000亿投资到被法院冻结全部资产，不过用了3年时间。比你想象的还惨的是，连杨大人也撑不住了。2024年6月，日产关闭与东风合资的常州工厂。2024年10月，广汽本田关闭一条年产5万辆的生产线。2025年2月，上汽通用关闭沈阳北盛工厂。北京现代仅剩1家工厂运作，其他已停产或出售。所有动作都指向一个信号：中国市场不香了，大家都在撤退。内卷的尽头不是竞争，是崩塌。2025年，中国的汽车工厂像一座座空壳，矗立在废弃的工业区里，偶尔有1、2条生产线转着，但仓库里堆着没人要的车，他们不是被人看不起，而是根本没人看了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4年全年，中国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 72.2%， 相比上一年下降了 2.4个百分点。什么意思？近30%产能根本没用上。这是个什么概念？这就好比一家面包店早上做了1000个面包，结果只有700个被人买走，剩下的全都放坏了。你还在开炉，你还在加班，你还在宣传销量第一，可没人吃了。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苏波在重庆汽车论坛上直言不讳，中国燃油车产能至少3000多万辆，而由电转换仅消化200-300万辆。也就是说，那些曾经价值数十亿打造的燃油车工厂，如今几乎全都处于空转或报废状态。更悲哀的是，这并不只是结构问题，更是系统问题，是所有人都在被迫演一场不崩盘的假戏。别以为只有中国人看不下去，海外市场也开始集体警觉。2023年起，俄罗斯发布法令，禁止品牌官方渠道在进口零里程二手车，涉及品牌包括奇瑞、吉利、长安等中国出口大户。约旦、哈萨克斯坦等国也开始修改二手车定义，规定需注册满一定时间或行驶过一定里程才能认定为二手。为什么？太多的新车被伪装成二手车倒灌市场，影响当地车商利益，也误导消费者。这不是出口贸易，这是带着补贴的倾销行为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盟、美国等国家正在酝酿新一轮针对中国汽车的双反调查和关税壁垒。欧盟委员会早在2023年就表示，中国电动车行业享有政府巨额补贴，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正在伤害欧洲本土车企。而这股零里程出口潮更像是火上浇油。中国的汽车出口看上去数据亮眼，实则虚假繁荣。2024年出口汽车641万辆，其中超过260万辆被认为是在国内滞销后以各种方式甩卖出去的。靠什么活着？靠补贴，靠财政返利，靠出口退税，靠注册假数据。这一切并不只是企业的无奈，更是体制的默认与默许。如果说过去的房地产是财政提款机，那么现在的汽车出口就成了 GDP 化妆师。我们再来看一组关键数据。2024年，中国新能源车的年产能已经超过2000万辆，但市场根本吃不下这么多，产能严重过剩，
大量新车一出生就注定滞销。全年汽车国内销量的增速只有 3.5%， 已经到了几乎不动的地步。表面看是稳，实际上是卖不动的体面说法。更糟糕的是，有 27.1% 的汽车制造企业在亏损，差不多每4家就有1家在赔钱。维持运营靠的不是盈利，而是融资、补贴和幻想。库存也压得企业喘不过气。全行业的平均库存系数达到 1.38 个月，早已超过国际健康标准。而比亚迪的库存系数更是飙到 3.21 个月，意味着即使一辆车也不卖，也得花整整3个月才能清完库存。这些数字意味着车能造，但卖不动，数字好看，但现金流撑不下去。问题是，出口也不是永恒的避风港。当邻里程出口路子被堵，车卖不出去的后果就会重新回到国内市场。然后你就会看到，更频繁的清库存式降价，更激烈的配置内卷，更夸张的贴息补贴，更低质量的急速交付。甚至已经有人指出，中国买车就像再买一台即将报废的机器，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降价，什么时候停售，什么时候倒闭。想买车的年轻人不敢出手，怕明天掉价一半。刚贷款买车的中产一夜成韭菜，而品牌们已经无力保证售后和维保，因为利润已经压到底线以下。这就是中国消费者的悲剧，参与了一场国家级的出口欺骗游戏，却自己当了最后的接盘人。中国汽车业的问题其实已经不只是行业问题，它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造假数据求生存，企业靠政策输血硬撑，老百姓被当作底盘承重来收割，是一个系统性错位的结果。